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我们是专门呢做跟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历史有关的这个内容的知识型频道。时光飞逝，才一转眼呢，我们的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呢又要拎着他可爱的小包包，公布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啦。而且呢，其实啊，不管是谁当政啊，每一年的财政部长呢都会按照传统啊，在媒体的面前拎包包拍拍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张图啊，看到没？其实啊，连英国的财政大臣呢也会这么做的。为什么呢？一切都是继承自英国的传统啦。不过这个英国的包包很美但是呢，撇除这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包包里面的财政预算案，也就是 budget 是怎样编写的吗？除了是媒体呢常年在报的什么啊，华校分到多少个亿啦 ，income tax 有没有调低啦，赤字是不是破新高啦等等，其实啊，里面还有很多的小知识还有观念呢，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哦。今天呢，我们的比比小百科就要从不同的面向切入，帮大家科普一下哦，安华的这个小包包究竟有多么的重要。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啊厚厚的这个 budget 是怎样写的嘞？所谓的 budget 呢，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按照所设定的政策目标所定下来的财务计划。政府呢会先预估我们的国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有多少的收入，有多少的债需要还，然后呢再按照这个政策的需要，帮我们的国民去决定怎么花这些钱。比如说，给公务员加薪啦，盖捷运啦，发放援助金啦，为战略产业提供资金啦，甚至呢是调整税务的征收等等。而且呢，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啊，每年必须要决定几千亿要怎么花，当然不能够轻轻猜猜毫无制度的编 budget 啦。所以啊，我们独立60几年以来呢，政府编预算的方法呢，其实也是进化了很多次。现在的政府呢，是采用跟纽西兰和加拿大一样的成果导向预算编制。Outcome-based budgeting， 也就是呢从成果去回推，大家呢由下至上的方式去讨预算。例如啊某某部门啊，你说你要花2亿吗？到全世界去推广榴莲吗？是不是？好，你先讲清楚你的这个预期成果、大目标，钱怎么花，数据表现如何。简单来说呢，就是钱必须要花得有效率又有效益，以确保呢物有所值。虽然呢政府每一年呢宣布一次 budget， 看起来好像不太难哦，其实呢编写 budget 呢是至少需要用1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所有的程序的。你看啊，我们每一年的1月份，财政部就开始要忙着给各部门呢发这个通知书啊，问一下，你们呢接下来未来1年你们要花多少钱啊？这样子，然后3月开始呢就会收到大家的 wish list 咯，然后呢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去开听证会，在8、9月呢内阁批准之后呢，安华才可以拎着这个小包包上国会，跟议员呢去辩论预算。那当国会通过之后呢，12月才可以正式执行。你说财政部的工作量是不是很大嘞？问题2，赤字很高，国家就完蛋了。那其实呢，我们以前呢很常看到什么啊，国家的赤字很高啦，我们的国家要破产了之类的这种流言蜚语。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啊，国家的财政预算案呢，不只是单单看赤字而已的哦。虽然呢，我们用 budget 这个词呢，听起来好像跟私人企业的那种年度预算没什么两样，但是呢，政府毕竟呢，它不是纯粹利润导向的私人公司嘛，所以呢，政府在编列 budget 的根本原则是照顾国民的福祉为优先，让社会的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活得更好。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对不对？来再具体一点。首先，政府的 budget 呢可以有几个路线去走的。路线1，传统的量入为出，意思就是呢，政府有多少的收入就花多少钱，收支必须要平衡，不可以有赤字。路线2，功能性的预算。意思就是呢，这个政府的收支不需要平衡，可以透过借钱发展以带动这个经济。因为呢，经济一旦有所成长呢，政府的税收就会增加。路线3，循环性的预算，意思就是呢，年度的这个收支平衡不是那么重要啊，政府呢必须要看每几年一次的这个经济景气来判断预算要怎么编。路线4就是就业至上的预算，意思就是呢，政府要想办法花钱去提高国民的就业率，因为一旦人人有工作啊，政府的税收就会增加。那讲到这里呢，聪明的你是不是有发现啊？其实呢 ，budget 呢是政府的一种发展工具，不能够只是看赤字而已哦。问题3，政府乱花钱，浪费公帑，再留子孙怎样还？
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政治人物会喊说啊，某某政府呢浪费公帑啦，挥霍无度啦这样子？虽然呢有一些也被证实是真的啦 ，OK， 但是呢从 budget 的角度来看呢，有一些长期建设呢是不应该被省的。那我们就以英国为例子哦，2008年的时候呢，金融海啸之后，就因为这个经济再加上政治需求的关系，英国呢就开始采取了省钱的这个政策，从道路到科技，从医疗到教育，所有的支出呢都大幅缩减。结果呢，在10几年之后呢，因为政府的投资不足，就导致了这个医疗系统开始打包嘞，那公共交通呢变差，网络设施呢也跟不上，甚至因此拖慢了英国的经济成长，间接减低了英国人的生活品质。毕竟呢，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啊，长期建设呢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需要很多年才可以看到效益嘛。所以呢，很多政府就可能会直接省钱不做，让budget上面的这个数字比较漂亮，反而容易跟选民交代。这也是为什么呢，外国有组织就开始提出必须制度性的保护长期计划，国会呢要有独立的咨询机构来协助议员了解不同的建设方案的好和坏。而且呢，长期计划一旦通过相关的经费就不可以挪作其他的用途哦，也不能够因为呢某一些政党的政治需求就一直有等，批准了又取消，取消又批准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嘞？因为呢，唯有这样子呢，政府人员还有民众呢，才可以为未来做准备，国家呢才会有健康的投资，这才是一份真正负责任的财政预算案。问题4，哎呀，这都是黑箱作业的啦，有没有黑箱作业嘞？我们嘞是无法确定的啦。但是呢，根据多份的这个研究显示啊，马来西亚的政治因素呢，的确呢是影响着我们国家预算编制的。虽然呢，我们名目上是民主国家啦，理论上呢也是有国会议员可以帮忙监督啦。可是呢，大量的这个权力呢，都集中在内阁成员的手上。毕竟呢，编 budget 呢，决定钱要怎么花，主要的控制权呢，都在财政部长或者是首相的手上。更何况呢，马来西亚的税务几乎是8、9成都是由联邦政府控制，所以呢，不只是内阁的这个控制权很大，连财务资源呢也很庞大。内阁呢几乎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财政资源分配，这也间接的导致了马来西亚的财政政策呢是非常容易受到政治的影响的。比如说，更偏向于政治目标或者是选举，而不是社会的真正需求；更偏向于某一些特定的团体或者是权势，而不是真正的发展。当然呢，口说无凭我们来看看偏后段班的这一个国际排名就知道了。根据2023年的这个 Open Budget Survey， 马来西亚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的透明度满分100分，不是我们只得到48分而已，及格都不到啊！而且呢，公开让民众参与这一个预算编制的得分呢，更是很低，只有区的28分，连国会和审查制度呢也只得到43分。我们呢，甚至还比这个菲律宾印尼泰国落后。而且呢，虽然呢，马来西亚政府呢尝试想要公开一些资讯，做一点点的改善，但是呢还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呢政府并没有全面的公开关键的预算案文件，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找到这个预算案的这个细节呢，还是非常的困难的，这也间接的拉低了马来西亚整体的得分。那如果马来西亚想要更加进步，想要更加进取的话呢，或许我们就可以考虑呢，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欧巴前段班的韩国，因为呢这个韩国的透明度排名得分几乎样样都超前，尤其是我们觉得最值得借鉴的就是他们一直呢都会让民众参与预算案的编制过程，比如说他们会确保呢民众可以在这个政府编制预算的关键阶段，跟政府单位呢进行多次的会议，还有听证会，认真的去咨询，还有收集民众或者是专家的意见，绝对不只是跑形式，或者是让民众很被动的等着政府宣布预算案而已。而且呢，更厉害的是韩国连预算案已经花掉之后呢，还会再设立这个回报机制，鼓励呢民众主动回报说，是不是有什么某某计划呢？很没有用很浪费钱借此来改善未来的这个财政纪律，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拨款很不透明，马来西亚政府可以考虑一下没有？你想一下，如果马来西亚也推动这个制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不是会少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一些事情呢？政府的信箱呢应该会爆满吧 ？OK， 我们出去走一圈呢，应该就有很多呢计划呢可以回报了。到时候呢，政府可能要编更多的 budget， 请更多的人呢来读我们的回报，这样好像也不是太好OK， 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方向。
那今天的小百科呢，有没有改变一些呢你的观念呢？希望这些资讯呢可以帮助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财政预算案，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什么破产啊、派钱之类的观念上而已，或者是每一年呢只是讲出来的一些数字。毕竟我们的首相呢手上厚厚的这本 budget 呢，可不单只是会影响国家未来1年的发展，还会直接影响我们所有人未来几十年的这个生活福祉哦。所以看得够远就能福泽后代，稍有差错呢，则会祸延子孙啊！谁祸延子孙？我们不知道，你们自己去想象啦。那关于马来西亚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的编制，今天这一集呢，有帮助到大家理清了什么，很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有什么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想要补充的话呢？高质量的留言，请让我再看到你们，赶快在留言区跟我们交流喽！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晒出去。当然，如果可以用实际行动加入会员的话，会更开心哦。